トヨタグループの責任者として、お客様、車ファン、すべてのステークホルダーの皆様に心より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本当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您现在看到的这位正在道歉的人，名字叫做丰田章男，他在日本啊，也包括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大名鼎鼎啊。他是丰田喜一郎的孙子，也是丰田汽车家族的第3代的掌门人。他曾经啊是丰田汽车公司的董事长加 CEO， 最近啊刚刚辞任 CEO 啊。紧随其后道歉的这个人呢，就是丰田汽车公司刚刚上任不久的新的 CEO， 他的名字叫佐藤。丰田汽车公司啊出大事儿了啊！多大なご不安、あるいは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ていることに対しまして、改めまして心から深くお詫びを申し上げたいと思います。誠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有报告显示啊，在过去若干年，他们有7款汽车啊涉嫌在认证过程中间造假。你想一想，对于把自己公司产品的质量啊和信誉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的日本车企来说，那这是奇耻大辱啊！那不仅仅是丰田汽车公司啊，就在6月3号这一天，日本的5大车企啊，他们的 CEO 啊几乎同时都出来给公众道歉了。全社で再発防止の取り組みを徹底し、皆様の信頼回復に向けて努力をしてまいります。この度は大変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お客様、販売店、サプライヤーをはじめとする多くのステークホルダーの皆様に多大なご心配をおかけ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ことを深く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本田汽车公司发现啊，差不多有20款汽车啊，在认证过程中间有造假的行为，有欺诈的行为啊。雅马哈有3起，还有马自达有5款汽车也涉嫌造假啊。那你想想，一时间啊，整个日本车企啊，江湖啊，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呐。这件事情啊，应该说已经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啊。消息传回到国内，很多国内的舆论呢欢呼啊，欢呼是什么意思呢？怎么说呢？因为国内现在舆论只要看着日本这个企业出事儿啊，那就是幸灾乐祸嘛。很多人都说，你瞧瞧，日本现在过去不是工匠精人吗？不是一生悬命吗？这现在呢，这工匠精神变成了工匠精人，这工就变成了那个鞠躬的躬。因为日本人面对错误的时候，唯一的做法就是鞠躬，是吧？你看到了吗？那日本过去所谓的制造业的神话早已经不在了，是吧？当然，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这种幸灾乐祸的心态，我看起来是不太喜欢啊。而且有些人也有点夸大其词啊，给人感觉日本汽车现在就已经不行了啊。但是确确实实啊，就日本的企业最近几年是一直在出事儿。那去年的时候，那神户钢铁公司那也造假，也出来鞠躬道歉。那前一段时间我们做的那节目小林制药，那不也是出事儿之后，日本的董事长出来也鞠躬道歉吗？那么日本的这个企业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尤其是车企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这次造假到底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啊？它对日本汽车行业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啊，日本车企这次集体造假的这个来龙去脉啊。要说日本这次车企的集体造假被发现啊，还要追溯到2年前。2年前啊，日本有一家车企啊，名叫日野，日野汽车啊，专门生产那种卡车的中型卡车、重型卡车，在中国国内也有很多日野汽车在跑啊。这日野汽车呢是丰田汽车公司的子公司，丰田汽车公司啊占有它50.1%的股份啊。当时啊就调查发现，就是日野汽车公司啊在认证过程中间涉嫌欺诈。怎么欺诈呢？说由于啊这个开发的进度啊日程表特别紧、特别死，所以基层员工没有办法完成，于是呢就在认证的环节过程中间不得不篡改数据。大家记住了这个原因啊，这个原因几乎构成了日本汽车企业所有造假过程中间的统一性的共性问题。那么也许啊是受到这个问题的启发，就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日本有一家汽车公司叫大发公司，有一名员工向外面写了举报信。这大发公司啊，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啊，过去在国内有一家叫天津大发，就天津汽车制造公司跟日本大发合资生产啊，生产什么呢？生产那个面包车。当时在北京啊，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啊，那个天津大发公司的面包车就是北京出租汽车公司的一款，那就叫面的啊，黄颜色的，所以大家都知道那面的非常便宜，10块钱10公里，
所以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哪敢打出租车啊，是吧？如果每年寒暑假啊带的东西非常多，拎不过去了，就打一次面的，那就是那个天津大发跟日本大发公司生产的这个面的啊。这个大发公司啊，每年的汽车产量大概有170万辆，占到丰田汽车公司的1/10，它也是丰田汽车公司的子公司。它创办于上个世纪的1907年，到现在啊，差不多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啊。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呢，它跟丰田汽车公司合并了，所以它是丰田汽车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那么去年6月份的时候，就有一个大发汽车公司的员工给外部写举报信，说这个公司啊在内部碰撞实验过程中间造假。怎么造假的呢？他就讲了，这汽车在碰撞的时候啊，不是有个侧门碰撞吗？侧门碰撞的时候怎么碰撞呢？就是你这汽车里头做一个假人儿，然后呢，这个有一个旋转杆，这个旋转杆啊以时速50公里的速度啊，就砸在了那个汽车的侧门上。那砸在这个汽车车门上之后呢，它这个安全实验要求有2个指标。第一个指标，砸完了之后啊，这个汽车的车门不用工具能把它打开。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你汽车如果发生安全事故的时候，汽车被砸变形之后啊，如果打不开车门，那个汽车有的时候里面会着火嘛。那短短几分钟的时候啊，那可能里头的人出不来，就会烧死啊。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可以看到，国内不是有一个那个华为的电动汽车吧？结果不就是着火了之后，那个打不开车门吗？打不开车门，那个乘客就被烧死在里面了。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汽车的车门你可以变形，但是必须是可以打开，不需要借助工具。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车门里面啊，面对乘客这一面不能有锐形物，你刺伤乘客。你可以因为这个车辆变形，但是不能变成有锐形物扎到这个乘客身上嘛。这是2个标准。结果呢，当时啊，大发汽车公司啊那些测试的员工啊，对这个测试的过程中没信心，他怎么办呢？他就在那个内部的那个测试啊，内部的那个装饰条的里面呢，他弄了一个凹槽。但是凹槽的目的是什么呢？凹槽的目的就是让这个塑料的那个内饰啊，它将来在解体的时候、碰撞的时候啊，它可以朝设计人员设定的方向去破裂，这样它不会扎着人了嘛。但是问题是你这个凹槽啊，你在正式生产的汽车上是没有的，所以这就是造假了嘛。所以这个东西啊报到了外面之后，那外面人就发现了，就跟这个大发公司讲说，你们这汽车啊在认证过程中间有员工举报造假了。大发那高层一看，哎呀，那这可不得了，马上就自己开始组织内部调查。这内部调查一调查，发现确实造假了，而且还不仅仅这一次造假了，还有别的造假。别的什么造假了呢？就是你这个碰撞实验过程中间有这个驾驶员的这个碰撞的这个实验数据，还有这个副驾驶的这个碰撞数据。他们当时那个正驾驶的那个数据啊没有，只有这个副驾驶的数据啊，他们就把这个副驾驶的数据啊放到了正驾驶的那个数据里头去申请认证，结果呢也就这么蒙混过关了。这个大发公司就觉得事情比较严重，于是呢他们就在外面聘请了一个第三方调查委員会，要对整个公司进行彻查。ダイハツは外部有識者による第三者委員会を設置し、他の車種にも不正がないかを調査してきましたが、昨日衝撃の事実が明らかになりました。類似案件として認定した不正行為は合計174個、一番古いものは1989年ですが、2014年以降に件数が増加しております。那个第三方调查委员会啊，从去年的6月份啊就开始工作啊。工作的时候呢，这个第三方委员会有3名委员组成，一个是东京的地方裁判所的所长，也就相当于北京市的人民法院的院长。第二个呢就是日本政府的国土交通部啊，下面有一个叫汽车安全什么什么局下面的一个部长，这个也是前任啊。第三呢就是1名律师，这3个人组成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这个调查委员会呢聘请了29名律师，因为这里头涉及到大量的法律法规啊，需要这个律师去核实啊。第3个呢又聘请了33名专家，都是汽车行业的啊。那么这29名律师和33名专家和他们这3名委员会的委员共同组织了这个调查委员会。这个调查委员会就要对大发公司内部进行一个彻底的调查，
他们就跟大发公司来提条件，提什么条件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调查委员会啊是一个自愿性的调查委员会，因为我们也没有不像政府部门有强制调查权，但是你们要想让我们调查，你们得有义务来配合我们。那你不能说我们调查的时候你不配合，对不对？那你得配合，这是第一。比如我们管你要什么资料啊，你得给啊，要什么文件你得给啊，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文件起草的完全之权利，你不能干涉。第三个，我起草完文件之后啊，我有完全之权利公布，我是第三方的委员会嘛。那么这里头当然我涉及到个人隐私部分，我可以把它隐藏掉啊。这些呢，大发公司就全部同意了啊。于是，在去年的6月份，大发公司做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那前面不是讲那个侧面的车门造假啊，也包括那前面的驾驶员的数据造假吗？他们自己重新搞了这么2次这个内部的碰撞实验，碰撞完了之后发现都合规啊，就是整个安全没有受影响。说大发公司啊，那领导层啊是长出了一口气啊，对吧？因为你现在上市的汽车，如果要是有这安全隐患，那问题就大了去了，对吧？第二个呢，就是完全答应这些第三方调查委员会的这个条件。那大发公司的领导层就给全体员工写了一封信，说请你们去配合这第三方调查委员会。与此同时呢，大发公司啊成立了一个审计部长牵头的，还有4名员工组成的这么一个审计部门。这个审计的事务局啊，就专门配合第三方调查委员会的。也就是说，第三方调查委员会要什么资料，管他们要，他们无条件提供。于是，这个第三方调查委员会就在大发公司进行了一个长达1年的调查。他们呢，一共看了9万多封邮件，跟147个人做了听证，听证做了347场。那你想，这个数量是非常大啊！搞了一个3000多人的问卷调查，同时还在内部搞了一个举报电话。这其中这举报电话在1年中间，他们接到了4通。那么在这1年中间的调查过程中间，终于把大发公司整个造假的问题来龙去脉算是搞清楚了啊。这调查过程中间公布那可是触目惊心啊，那可不是2起啊。最后他们公布大发公司在车辆认证过程中间的造假或者是欺诈的行为一共有147项，147项啊。那这持续的时间也非常长啊，所以最早是从1994年就开始了但是集中的是2014年开始。他们首先就调查了，就是去年6月份这个大发公司的员工内部举报的这个事件当时我们刚才讲到了，那不是一个侧门碰撞的过程中间，他们内部的人员是搞了一个这个假的凹槽吗？他们后来调查发现，当时现场就有人指出来了，说你这个凹槽是不符合规定的。于是现场的工作人员就把那个带凹槽的那个塑料的那个装饰板换掉了，换成了一个不带凹槽的一个正式的装饰板。但这也属于违规紧接着就包括那个正副驾驶的那个数据的篡改，这也是确凿的事实。第3个方面，他在这里头还发现了很多非常严重的造假，其中最严重的一项造假，我看了他这个调查报告之后，就是他那个也是同样是侧门的碰撞实验过程中间的那个怎么说，就是那个气囊起爆的那个实验。那气囊起爆的实验是怎么回事呢？这气囊起爆它有2个装置，第一个装置，你首先这个气囊它得能够检测到车辆被碰撞了，你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外力的冲击，然后它会自启动之后传递到那前面有一个信号，这信号可能有一点点延迟，然后呢让这个气囊爆破出来来保护这个乘客的安全但是呢，它或许是因为当时设计部门它这个进度跟整个汽车上市的部门呢，它没有匹配，所以当时这车辆碰撞的时候它那个自启动的那个机构它就没用，就整个用了一个倒计时的装置。什么叫倒计时的装置呢？就是这个我知道这个车撞的过程中间那1秒钟撞上去嘛，于是他就在那个安全气囊呢做了一个倒计时的装置，正好那车辆撞上去的时候它那个东西安全气囊启动。那你想想，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造假呀！你万一前面的那个自启动的系统你没启动呢，对不对？你没在这个过程中间试验嘛？虽然说那个大发汽车公司事后在这个补的这个实验过程中间证明的确没问题，但你毕竟是这个实验过程中间造假了呀，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造假的行为当然还有一些不太严重的，你比如说它这个其他实验的过程中间的油箱里头没有必要装油但是它可能需要配重
按道理来讲，应该装一种叫非易燃物一体，他们呢就把这种装成了水，哎，结果呢他就写成了非易燃类液体啊。还有呢，你比如说啊，这个在车辆的噪声实验过程中，噪声实验呢就在城市里开车的时候对车速有要求，44.6公里到50.5公里，50.6公里这个速度，结果他们开快了，开到了51公里，然后呢，他最后为了让这个实验通过，就直接写了一个50.5公里，那个就过去了。当然了啊，就是你51公里的时候，那噪声应该更大嘛，不影响这个测试的这么一个结果嘛，但这也属于造假呀。类似的这种不规范的造假行为，反正通通加起来，严重的、不严重的，包括燃油的经济性的各个方面的，包括追尾实验过程中间那油箱的漏油的，一共加起来是147项，应该说是触目惊心的。而且大发公司不仅仅是给丰田汽车公司生产汽车、开发汽车，他还给日本的马自达呀、雅马哈呀提供的一些零部件，有的是发动机。因为大发汽车公司早年是一个发动机公司，后来才做了这个汽车，所以它的发动机是日本全行业都在用啊，所以导致了整个日本全行业的汽车行业的大地震。自動車メーカーとして根幹を揺るがす事態であると大変重く受け止めております。誠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这件事情啊出来之后，人家第三方调查报告也专门进行了原因的归纳和总结。他这里讲主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一番古いものは1989年ですが、2014年以降に件数が増加しております。認証試験は合格して当たり前、不合格となって開発販売のスケジュールを変更するなどということは到底ありえない。短期開発の強烈なプレッシャーの中で追い込まれた従業員が不正行為に及んだものでありまして、不正行為に関与した従業員は経営の犠牲になったともいえ、強く非難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と。他说，2014年之后，丰田汽车公司制定了一个战略，这个战略叫什么？短期开发，就给了这个大发汽车公司非常多的新车型的开发任务。那么这个大发汽车公司呢，自己内部又没有增加人员，他们自己习惯呢是在这个过程中间通过内部消化来解决。于是呢，时间紧任务重嘛，你新车型一辆一辆的来，然后这员工呢疲于奔命，也没有时间去讨论。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员工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最后呢就采用了这种方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二，就是在整个这个过程中间，他们的调查显示大发汽车公司的高层并不知晓，也就是说，这个汽车碰撞实验的造假都是一线的员工。他说最高级只到了现场中间的组长，了不起是到了科长，没有更高级的。也就是大发公司的管理层并不知道这个造假的这个行为。但是这个第三方调查报告也讲了，他说虽然说一线员工是造假的实施人，但整个大发汽车公司造假这个事件这个管理层要负最大的责任。増加する開発プロジェクトを短期日程で進める中で、経営陣、管理職が現場の負担や辛さを十分に把握せず、困った時に声を上げられない職場環境、風土を放置してきたことにあると。その全ての責任は経営陣にあります。第三个方面呢，就讲到了大发公司的这种企业文化。他说这个企业文化中间就有一种什么样的氛围呢？就是说不能说我做不到，你如果说我做不到，那上面的管理人员就会训斥这些底下的员工，就会说你为什么做不到？而且他也不太关心就是这个基层员工他本身为什么做不到？他会想当然的认为这些所有工作中间面临的问题，所有这些员工都应该也都可以克服。他说这个也是整个这个造假事件过程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他们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几条整改意见，说大发公司你必须你管理层出来道歉，向所有的员工承诺悔意，将来这个整个公司要重新走上一个正轨。其次呢，就是说你要合理配置资源，你不能让员工说你这个做不到，然后你就训斥人家，训斥人的人还升了官，结果这底下的员工呢没日没夜的干，最后呢承担巨大的压力。第三个更重要的一点，它要形成一种这种内部的所谓的制衡机制，就是把这个结果和评估部门分开。
如果不把这两个分开，这些员工就会承受极大的压力，最后完不成嘛，完不成之后就会受到巨大的压力嘛，恨不得自杀嘛，那怎么办呢？那只好造假嘛，是吧？然后他就是说，这你内部的一个制衡机制。其实他们那个原因里头也讲到了，那个大发公司自己内部实际上是有个举报系统的，他们叫做员工之声。他说员工之声啊，实际上没有发挥作用。他说你像去年啊，那个大发公司的那个员工啊，举报的时候就没有通过内部举报系统去举报，而是给外面去举报了。为什么？那就说明他们对自己内部举报系统完全丧失了信心。他们自己调查也显示，整个这套内部举报系统也基本陷入到了一个官僚机构的那样的一个水平里头去了。整个这个大发公司的造假的来龙去脉大致就是如此啊。6月3号这一天啊，大发公司不是道歉了吗？这管理层吗？6月4号这一天，日本政府就开始行动了啊。他们派了5个人就进入到了大发公司，也就是丰田汽车公司进行调查，同时宣布呢，有7款车型就停止，赶紧停止生产，有的要召回，涉及的车辆呢大概是6万辆啊。那么丰田汽车公司也讲了啊，这里面有很多汽车所谓的造假啊，或者是欺诈，不涉及到安全问题。所以呢，并不需要每一个全部召回，需要召回的呢，一共就是那么几辆车型啊，也包括其他的汽车公司也大致如此啊。但毕竟啊，这对日本的车企来说，这是奇耻大辱。日本政府呢，也有人出来说，他说这对于日本的认证体系来说，可能都会动摇消费者对日本车企，也包括日本汽车的认证体系的这么一个所谓的信心的动摇。最后我讲讲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啊，我个人觉得啊，日本的汽车行业啊，包括很多英文媒体也讲到了，他们长期以来制定了一个较高的标准，这个标准呢非常严苛，远远高于国际上的一般标准。当然，这个标准高是好事儿啊，当然它标准高，那乘客更安全嘛。但是标准高，你同时你也得达得到，你达不到的话也不行，而且你要达到的话，你还得再有一个。这个系统设计的冗余嘛，你得让这个设计的生产的企业能有足够的时间搞得到嘛。那如果你要是没有这样的话，那你这个高标准实际上也是有问题的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方面更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日本的制造啊，在过去若干年来的确是出了一些问题。我觉得国内的很多小粉红啊，批评日本现在从工匠精神变成了鞠躬的工匠精神啊，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本车企啊，那是日本的国之重器啊，它在整个制造业过程中间，大概占到2/10、1/5啊，550万人的人就业啊，可以说日本制造业，我过去讲过，中间啊，汽车行业那就是重中之重。如果汽车行业如果完蛋了，那整个日本制造就完蛋了啊。但你想想，现在日本制造里面的汽车里面也出现了这种造假。包括前几年我做的节目里头，这小林制药，也包括就是那个神户的钢铁，那这在过去啊是不可想象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看到啊，日经中文网上有一个这个作者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他分析的挺有道理的。他说日本啊，这个实行的是终身雇佣，然后年功序列啊。那么过去啊，这些员工啊都以企业为家，热爱企业啊，负责啊。它有一个前提条件，是由于过去日本长期的经济繁荣，这种长期的经济繁荣啊，收入增长啊，给员工形成了一个正反馈啊。当然也有日本的这种国民的这种文化性质，但毕竟人是一个经济性动物嘛，所以在日本经济繁荣时期，这套体系本身呢，确实让日本的一些普通的员工对工作一丝不苟的认真负责精神，这是没问题的。但是过去啊，失去的20年，失去的30年啊。导致了日本的这些员工长期以来工资没有上涨，物价还在上升，于是呢生活水平在下降，于是许多日本的企业的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对这个爱岗敬业的精神，已经跟过去相比打了折扣了。说句心里话，这就是整个日本经济面临的挑战，它不是说日本汽车制造业一个行业的问题，于是才有可能在日本的制造业这个企业中间出现这样的问题。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丰田汽车公司这次出事儿，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个大企业病。所谓大企业病啊，就是它的所有的责任都在基层员工，但是企业的高层由于它那个基层的那个机构的设置叠床架屋啊，高层
对基层出现的问题，实际上他是感知不到的。大部门的首领啊，天天开会开战略研讨会，就知道把这个报表啊，把这个任务啊分解到基层。但是基层员工呢，他们的问题呢又反映不到高层去，典型的大企业病。其实丰田汽车公司啊，这次出的问题啊，我个人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种种原因吧，我个人觉得啊，这件事情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昭示着整个日本汽车行业的危机啊。今年1月份啊，日本汽车行业啊，它的这个环比啊，已经下降了15%，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所导致的。因为有很多车型不能出厂嘛。2月份的时候呢，环比还在下降8%呀，所以今年日本的 GDP 啊，就出现了负值啊，在1到3月份的时候，就是日本汽车行业啊出现了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它还预测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汽车行业为什么现在遭遇到了这么大的挑战？它可以独霸世界50年。大家可以看一下丰田章男，就在前几年，他其实一直啊对电动汽车不以为然，他就说电动汽车是一个非常低级的产物，他在一个重大战略选择上就犯了一个错误，所以今天才面临着中国汽车也包括美国的特斯拉的双重夹击啊。而现在日本的电动汽车还没有像样的产品进入到市场，更不用说竞争力了。所以啊，未来等待日本汽车行业所面临的挑战真的是非常大。他单纯靠过去那种对员工啊进行不停的下派任务，要求他们的短时期之内产生新车型，这种做法可能已经难以适应到一个新的电动车时代了。所以啊，希望日本的汽车企业能够通过这件事情啊，可以说是怎么说，励精图治吧，头悬梁锥刺股吧，能够这个亡羊补牢吧。因为我们也希望啊，日本的汽车行业不要倒下，因为日本汽车这个行业如果倒下了的话，整个日本的国运可能也就到头了。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心より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本当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この度は大変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多大なご心配をおかけ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ことを深く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類似案件として認定した不正行為は合計174個、一番古いものは1989年ですが、2014年以降に件数が増加しております。短期開発の強烈なプレッシャーの中で追い込まれた従業員が不正行為に及んだものでありまして、不正行為に関与した従業員は経営の犠牲になったともいえ、強く非難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と。困った時に声を上げられない職場環境、風土を放置してきたことにあると、その全ての責任は経営陣にあります。你看我们的车企就不会出现这些幺蛾子。确实啊，一辆汽车有成千上万的零部件，又有太多的工艺，我们的车企就能做到没有任何纰漏，确实不容易。其次呢，就算某些个别车辆出现事故，按照以往的惯例，那些也是因为环境或其他人为原因导致，跟车企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你看，我们卖了这么多的车，但是我们的车企从来没有召回过，也不需要召回，更不需要道歉。